这个女人太惨了，被2个流氓盯上，她喝了一口被下药的饮料就晕了过去。流氓见她昏迷，便将她带到房间，准备行不轨之事，但没想到女人身上突然发生异样，红血丝爬满她的身体。流氓见状，吓得落荒而逃。第2天，女人的尸体就被发现。当时警方接到报警，火速赶到现场。女人是好莱坞的1线明星，美国大使急忙面见了印度总理，要求严查凶手。警察大壮是这起案件的负责人。法医在死者身上发现2种药物，一种是不知名的化学成分，另一种是流氓下的迷药。这2种药物原本都不致命，但混在一起就会产生致命的毒素。因为第1种化学成分没有记载，所以法医只能先行研究。另一边，在德里的某个郊区，一名富豪与超模在回家途中发生车祸，汽车爆炸，2人当场死亡。警方对豪车进行检查，发现安全气囊被人动过手脚，显然这起案件有可能是谋杀。紧接着，警方又在超模的电脑中发现警告邮件，发邮件人名叫阿伟，他警告超模，他代言的卡面霜中含有未知的化学成分，劝他放弃代言。警方根据邮箱信息找到阿伟处所，但等他们赶到时，阿伟早已没了呼吸。先是有预谋的车祸，再是谋杀证人，看样子这背后不简单。不过警方这次到阿伟家中也有收获，他们在冰箱里找到超模代言的那款面霜，法医对其进行检测，意外发现面霜的化学成分与开头惨死的好莱坞女星体内的化学成分一致。这么说来，女星惨死与这款面霜有某种联系。于是警方派出人马监视面霜公司，但是刚派出去的人手就被人偷袭，而前往支援的局长也发生了车祸。幸运的是，局长侥幸逃过一劫。短短几天发生了种种事件，让大壮越发觉得这个事件不简单。之后，大壮又找到一些线索，在过去几年里，有很多女星的行程与开场那位好莱坞女星的行程一样，都是来到印度后住进某家酒店。这几天里，他们既不旅游，也不外出游玩，几天之后又匆忙离开，而且他们每年来的时间都很有规律。大壮大胆猜测，这些女星一定是为了某种目的来印度。之后，他又发现名单中的一位女星将在几天后到达印度，于是他安排手下，只要这名女星到达，就秘密跟踪。与此同时，在德里的郊区里有一个奇怪的处所，这里住着许多孕妇，她们就是所谓的代孕者。之所以选择做代孕，因为顺利生下孩子就能拿到5万好处费，就算中途出现意外，也能拿到2万元的营养费。有的人为了有更好的生活，有的人则为了替家人凑手术费。这里的环境很好，医生和护士的服务也不错，但小美总觉得这里透着诡异。他们来这里无法与外界联系，而且进来时被蒙着眼，所以他们根本不知道这里确切的位置。他看着窗外车水马龙，但毫无生气。这天，他趁着同房的女孩被送去产房，偷偷打开窗户，发现这窗户根本打不开。他拿出铁棍往窗玻璃砸去，却发现有种触电之感。原来窗外的一切都是 LED 模拟出来的，就连窗户吹进来的风都是从空调机从外面输送进来的。小美隐隐感到不安。这时门外发出了开门声，护士来了。小美连忙拉上窗帘，掩饰自己慌乱的内心。护士并没有发现什么异常，送来1瓶药就离开了。到了晚上，小美发现同房的女孩并没有回来。护士解释道，女孩的孩子不幸夭折，已经拿着营养费离开了。但是小美却在护士的手上发现女孩的戒指，感觉事情并没有那么简单。到了深夜，她躲开监控，来到一个拐角，看到一名产妇被送进去产房。她跟着来到产房外想听听动静。这时，一只手拍拍她的肩膀，原来是她的朋友阿里，也是一名代孕者。阿里告诉她，产房门是用不锈钢铝合金打造，没有钥匙根本打不开，且隔音效果非常好。正当小美以为阿里也发现这里的异常时，阿里一下从肚子上拿出假肚子，原来阿里是代孕公司派来的卧底，观察他们的一举一动。他一把勒住小美的脖子，拖到储藏室，准备先下手为强。但小美也不是吃素的，抓起灭火器朝阿丽脸上狂喷，再拿起货架上的小刀死死掐住阿丽的脖子。在打斗中，阿丽摔倒在地，扎到被砸碎的玻璃上，一命呜呼了。小美火速处理好尸体，然后用提前偷来的钥匙进了产房，但在这里并没有发现医生和产妇，只在床上看到一滩血迹。他感觉事情越来越不简单。这时他又在旁边发现一个铁门，他进门后被眼前的一切惊呆了。这哪里是产房，分明就是藏尸阁，墙上还有密密麻麻的婴儿罐。他吓得惊慌失措。这时保安突然出现了，捂住他的嘴拖到保安室。小美这才知道这里根本就不是代孕中心，孕妇们送进产房后被残忍杀害，然后取出体内的孩子进行冷冻，而死去的孕妇则被取走器官。保安见小美长得不赖，见色起意，但小美也不是任人宰割的主。他拿起架上的罐子朝保安砸去，趁他不注意，抽出皮带死死勒住保安的脖子，两人展开激烈的搏斗。没一会功夫，
保安就落入下风。小美套出院长办公室的密码后，就将保安送上西天。处理完保安，小美就来到院长的办公室。就在她寻找证据时，院长跟医院的医生马克突然回来了。他拿起一旁的小刀挟持院长。马克见机开心地表示，很高兴能找到志同道合的人。这些年，他收集了不少院长的犯罪证据，只要将证据送出去，就能将他们这伙人绳之以法。正当小美放松警惕时，他拿走小美手上的刀，接着趁她不注意，反向劫持了小美，并将她五花大绑捆在椅子上。与此同时，警方大壮他们跟踪女星也发现了蛛丝马迹。他们来到郊外，发现女星上了另一辆车，但大壮他们还是被对方发现，被他们关进了牛棚。这时，警方局长走了进来，原来他是面霜公司的保护伞。他假装车祸，实则偷偷给面霜公司送情报，而且他的上级还是印度的高官议员。故事要从几年前说起，代孕公司的院长曾在选美大赛中获得冠军，因此被议员看上。院长立马抛弃自己的男友马克，跟了议员。但好景不长，2年后，院长得了一种衰老症，脸上长出了许多皱纹。议员开始嫌弃院长，将他赶走。这时，马克又回来了。马克是医学博士，为了挽回院长的心，他铤而走险，提取婴儿身上的基因，开发了一种能让肌肤恢复年轻的药剂。但院长并不懂感恩，恢复年轻后又跟议员勾搭上了，还伙同议员想要偷走配方。但马克又说出了一个药剂 bug， 这药剂效果只能维持半年，如果半年后没有再注射新药剂，皮肤就会衰老得更快。听到这话，议员瞬间推开院长，他提出与马克合作，马克负责研发，他出钱投资，院长则负责管理。就此，这款特效药诞生了。因为特效药的成分只能从婴儿身上提取，所以议员又开了这家代孕中心。这款特效药一经面世，很快受到贵族与明星们的青睐。不过特效药还有个缺点，注射后48小时内不能使用任何药物，否则会产生毒素，让人瞬间死亡。所以注射药物后的女星都会在印度逗留几天，这也就是为何开场的好莱坞女星喝了迷药惨死的原因。议员为了利益最大化，还研发了一款面霜，并请了超模代言。但超模代言前留了心眼，请搞检测的朋友阿伟帮忙检测成分。面霜公司害怕事件暴露，所以策划了车祸谋杀案。小美得知全部真相后，并没有害怕，而是趁院长给明星们介绍产品时，挣脱了手上的绳索。没想到马克从监控看到小美逃跑后，并没有通知院长。接着，小美从保安那里顺来的手枪，持枪对着马克的脑门。原来小美也不是普通人，她是警方派来的卧底。2年前，她从警校毕业，因为没钱走关系，所以一直找不到工作。妹妹为了给她凑钱，走上代孕的不归路，但是妹妹一去不复返。小美为了搞清妹妹到底发生什么事，找到了警察大壮。通过走访，他们发现这家代孕公司不简单，于是小美主动提出做卧底。马克见事情败露，于是向屋外的小弟发出信号，要他们干掉这里的所有人。原来马克早就看清了院长的为人，警方与屋外的小弟展开激烈的枪战，小美则押着马克和院长准备离开基地。但此时又来了一大批保安，小美主角光环大开，将所有保安都干趴下。等他反应过来时，院长与马克早已逃之夭夭。等小美跑到屋外后，发现院长正准备坐上直升机逃跑，小美一枪打中了机翼。而代孕公司的孕妇们得知真相后，将院长团团围住，最终院长跌落到万丈深渊。故事的最后，议员跟警察局长也被绳之以法。以上就是印度电影《代孕帝国》的故事内容，根据真实事件改编。据说因为故事太真实，让人无法接受，删减了20多分钟才成功上映。而且在上映前，导演和主演都收到了恐怖威胁，可以想象现实远比电影更恐怖。